大家好，我是毛毛。今天我们来做一款橄榄油藜麦面包，味道清淡健康。它的配方改自于一个吐司的配方，组织特别的柔软，所以我今天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。藜麦纤维含量很高，热量仅为大米的1/3，它的升糖指数也很低。首先我们把藜麦倒入锅中，藜麦的外观看着跟小米差不多，加入它5倍重量的水，大火煮开之后转成小火，炖煮10分钟左右，焖至一会儿就可以了。煮好的藜麦就跟发了芽的小米一样，颜色看得有点淡黄色。藜麦吸足了水分会粒粒绽开，看上去特别的 Q 弹。平时用来夹在跟鸡肉沙拉一起吃也是很好的选择。我们称出来110克，一会儿用来打面团。藜麦放凉之后，我们来做煮面团。面包的做法属于直接法，这里煮好的藜麦锁住了大量的水分，就相当于我们之前做面包时候加入的烫种，增大面团的含水量，让它做出来的面包更加的柔软。我们往打面缸内加入高筋面粉、细砂糖、奶粉、继发干酵母，如果是用新鲜酵母的话，用这个量乘以3倍。打入一个冰箱冷藏的鸡蛋，纯蛋液在50克左右，加入冰水。因为夏天温度高了，所以这个水温最好要用冰水，可以控制面团的温度。可以预留杯底大概10克到20克左右的水，根据你的面粉的吸水量，一会儿判断一下要不要把这些水再加进去。首先我们用打面机的最低速把所有的材料混合成团，搅打1分钟左右。我们看一下，这时候面团基本上能成团了，但是缸的底部还有很多干粉，能用手摸一下，明显感觉到这个面团是偏干的，所以我们把剩余的水全部加进去，继续用低速混合面团。打出好的面团加入的水分的量是非常关键的，所以开始一定要预留一些水分。这时候我们用手去捏一下，发现它有那么一点点粘手，这种状态是最好的。预混合大概花了2分钟时间。提高打面缸的速度，开始打面。每台机器的功率不一样，它所打面的时间也不同，可以参考一下我这机器的转速来设置自己的打面的档位。随着不断的搅打，面团中的面筋会慢慢的形成，主要表现在它的表皮会越来越光滑，然后会慢慢的粘到打面钩上。搅打5分钟之后，我们看一下现在面团的状态，大概可以拉出一个这样粗粗的膜，膜不光滑，但是稍稍有点结实，这时候就可以了。因为下面还要加入藜麦、橄榄油之后还要进行搅打，所以打到5成斤即可开始加油。加油之前把面团用剪刀给它剪成小块，方便一会儿更好的跟橄榄油融合在一起。称橄榄油的时候可以稍稍多称几克，一会儿用来防粘用。橄榄油的营养价值很高，但是它跟面团的混合相对来说比较困难，所以说往往被人们忽略了。但其实它做出来的面包一点也不比黄油差。我们这时候把盐加入，盐不能省去，也可以起到收紧面筋的作用。因为橄榄油是纯的液体，它太滑了，所以说完全没有阻力。这时候低速搅打的话是很难把这个油融入进去的，所以我们这时候需要把它停下来，用手帮助机器一把。我们用手这样把橄榄油跟面团相对的抓捏揉搓，大概1-2分钟之后，它就可以把油给它渗透进去。那你可能会问，为什么不可以把橄榄油在之前打面团的时候就加进去呢？那这里就要说到这个面筋的形成了，所有的油脂类会阻碍面筋的形成，这也是我们平时做面包为什么要打到7成斤左右才加入黄油的原因。所以说我们不能把橄榄油一开始就加进去，这样的话面筋会很难形成，打面时间就会过长，造成面团提前发酵。我们这样用手揉之后，再换成低速搅打一会儿，然后再把它这样用剪刀剪下来，反复1到2次就可以把橄榄油充分的混合到面团里面去了。这时候一定要稍微有一点点耐心，花的时间会比黄油稍微长一点。看不到橄榄油液体存在的时候，我们提高打面速度，开始打面。油的加入会让面筋有一个重新重组的过程，你会发现面筋慢慢的会变得松散，然后又变得紧致，面团也会慢慢的重新恢复光滑。因为我们一会儿还要加入藜麦，所以这时候只要把面团打到光滑之后就可以了。我们搅打大概3分钟左右，面团已经恢复光滑了，我们这时候把藜麦加进去。夏天的时候，这个藜麦一定要是冷藏的，冷藏的藜麦正好可以降低面团的温度。
加完藜麦之后一定要歇低速，然后再提高速度打面。藜麦跟面团的混合是比较容易的。藜麦的加入会给面团注入了额外的水分，它也会变得稍稍的开始有点变稀，变得栽缸底。这时候千万不要担心，继续搅打之后，我们面筋上来了之后，又会变成一个非常光滑的面团。面团的面筋其实是很神奇的，只要你不把它打断了，那这样你加入东西之后，只要慢慢的继续搅打，这样就像你平时给它梳理一下，它这个面筋又会形成，面团又会恢复到光滑。这时候千万不要往里面加入粉，觉得它有点稀，因为它随着不断的搅打，它又会恢复到一个非常光滑的面团了。打到光滑之后，我们再继续搅打1-2分钟就可以了，这时候千万不要打过了。这里说一下，打过的面团它会看着水汪汪的，然后你拉扯它的话，它能拉出比较薄的薄膜，但是那个薄膜非常不结实，一捅就破。我们看一下现在的状态，里面能零星的看到一些藜麦的颗粒。这时候的薄膜，你用手指去捅它是需要一点点手指尖的力气的，洞口也很光滑，然后用双手去拉扯面团，能明显感觉到它里面的张力。我们最后加入奶瓜子，你也可以用核桃，也很好吃。低速搅拌很快就混合均匀了，同时相当于也给面团来一个低速整理的过程。取出打好的面团，我们进行1次发酵。这个面团可能会稍稍一点点沾手，可以取用刚才留下来的几克橄榄油倒在手心里面，防沾一下。凡是打完之后稍稍有点沾手的面团，都可以抹点油，稍稍把它裹成一个圆形，放在烤盘里面发酵，不要放在那种盆或者碗底发酵。测一下面温，温度控制在28度以下。一次发酵的条件是28度，湿度在 75% 左右。一发完成好的标准，首先开体积2倍大，手指戳动不回缩。第3个就是用手拍的话，就跟拍西瓜一样，明显感觉到里面的空气是那种砰砰砰的空心的声音。还有就是用手指去按压面团的边缘，你会发现它留一个手印，稍稍有点回弹就可以了。这时候我们开始给它分割，案板上涂油或者稍许撒一点干粉，我们把发酵好的面团按压排气。不知道视频前的你是不是跟我一样，每次打好的面团给它按压排气，是我觉得最喜欢的一步了，就感觉特别的放松。这时候我们把面团给它切成4份，稍稍切块之后，我们一定要用秤称一下，因为我不相信所有的人就可以把面团的重量精确到10克之内，而10克面团对于面包来说，烤完之后是可以看得出大小区别的。我们取出一块面团，把碎的夹在中间，稍稍向内折叠，把它滚圆即可，千万不要把面团收得很紧，这样的话你会需要更长的时间把面筋给它松弛好，往往你松弛不够的话，改卷就很困难。我们盖上塑料袋，给它松弛15到20分钟。松弛的同时，我们来做一下面包上面的淋酱。材料有牛奶、炼乳跟高筋面粉。我们首先把牛奶加入高筋面粉当中，然后加入炼乳，你也可以用蜂蜜，把筛子搅拌到顺滑就可以了。这款白酱装饰面包非常方便，操作又很简单，所以说现在受到了很多面包大师们的青睐。我们看一下最后这个白酱的浓稠度。如果你有这种标花嘴的话，可以放一个标花嘴在标花袋里面一会儿装饰，没有的话直接挤也没有问题。面团松弛好后，我们来进行改卷，给它整形一下。台面稍稍抹一点干粉，取一个面团，在擀面杖上也稍稍抹一点干粉，从面团的中间往前后两端这样改。改的时候一定要顺着面团的筋性从中间往上下推，把周围的气泡给它排掉一下，然后再稍稍的改一遍。就是改的时候你千万不能用力，就是猛改，一定要随着面团的筋性去改。我们把它翻过来，再稍微改长一下。松弛到位的面团你改的话，它是不太会回缩的。如果面团改了之后会回缩，那就是因为你松弛的时间不够，或者是你之前收圆的时候收得太紧了。我们把它稍稍整理成一个长方形之后，从头
这样上下从上往下卷起来。你也可以这时候在里面涂上自己想要的夹屑。卷到最后的时候，我们把它稍稍的给它拉宽，底部给它摁扁，这样方便收口。这样我们一个面剂子的整形就整好了，特别的简单。我们按照同样的操作，把4个面团都给整形，放在烤盘里面，放到烤箱进行2次发酵。2次发酵温度在35度，湿度在 70%到 80%， 可以在烤箱里面加1盆热水来提高湿度。2发大概50分钟左右，到面团体积明显变大，用手摁一下会稍稍回弹，留下指印就差不多了。然后我们挤上刚才做好的面包白酱，挤的话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和条纹来，我喜欢就这样简单的装饰一下。正好一会儿在挤酱的地方，我们再撒上我们配的坚果，给面包稍作装饰一下，更有颜值，也会更吸引人。这里是一些南瓜子、核桃仁、奇亚籽、燕麦之类的，我平时一般都会准备很多，用来装饰面包蛋糕，随取随用。我们在刚才挤好的白酱上面挤上这些粗粮坚果类，给它稍稍装饰。放入烤箱180度烤25分钟左右。记得中途上色之后要盖上锡纸，尤其是你的烤盘离上拐比较近的话，一定要中途上色之后盖上锡纸，以免上色过度，那拿出来的面包表面就不好看了。这样我们的橄榄油藜麦面包就做好了。我用的是不粘的烤盘，如果你的烤盘不是不粘的话，记得在底部铺上油纸，这样方便脱模。我们看一下，虽然是用的是橄榄油，它的拉丝效果一点也不比黄油差。内部的组织跟吐司一样，特别的松软，虽然没有什么糖分，但是我们加入了一些坚果的香味，还有表皮挤的那个白酱有一点点的甜味，一口咬下去就跟吐司面包一样，特别的满足，特别的舒服，吃到嘴里。柔软的组织你也可以这样一圈一圈撕着吃。所以以后大家不妨做面包的时候，可以用橄榄油来代替黄油。注意事项就是加入橄榄油跟面团融合的时候，它花的时间会比黄油多一点，记得一定要把面团剪成小块，然后用手帮助机器融合一下，否则的话会导致打面时间过长。一定要有耐心，让橄榄油跟面团首先融合之后，再慢慢的提高速度打面。其他的操作都是跟黄油一样的。那我是毛毛，每周跟您更新各种烘焙美食，如果喜欢我的视频，那就帮忙转发关注，或者是在下方提意见。你有任何问题的话，记得在底下留言，我看到一定会回复的。那我们下次美食视频再见哦，希望你也做出一个非常好吃的橄榄油面包。我先去吃面包啦，拜拜。